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的餐桌上南海问题已不具备上桌的资格了。要知道，之前南海的各种争端总能挑拨着国人的神经，饭桌上不阔论一番饭局都进行不下去。很多网友应该都清晰地记得多年前各种事件，比如日本购买钓岛、81192撞击、黄岩岛事件、南海仲裁案等等等等，如同群魔乱舞一般疯狂挑衅着这条东方巨龙。但是在2016年之后，南海问题仿佛一下销声匿迹了，真是继承老祖宗那套赢了数笔带过，说了就大书特书的传统。如今南海的问题，美国《华尔街日报》都直接刊发出专题名就叫中国是如何将美国挤出南海的。文章称，美国错过了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发展建设的时机，中国在南海的建设成果目前已经根深蒂固，除非发生军事冲突，否则不太可能被逆转。要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在南海真的是连立锥之地都没有。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拿回南海的主动权的呢？隶属南海棋局的复杂，大国角力的精彩，很是值得一看。在1988年之前，丝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南海几乎处在无人看管的状态，周边的越南、菲律宾等国疯狂抢占南沙各种岛礁，剩下没占的都是一些刚刚露出水面的礁石，人都站不上去，更何况是驻军。对于中国来说，有个礁石也比没有强。1988年，我们打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义，在南海永暑礁建立了一个海洋观测站，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将力量注进了南海，这倒让越南率先跳了起来。气不过的越南在3月14日跟我们在南海打了一仗，我国以1人左臂负伤的代价击沉越军3艘舰艇，击毙俘虏越军80多人，大获全胜。说实话，这里我得为越南鼓掌，我国正愁没有理由向南海派遣驻军呢，真是瞌睡了就送了枕头过来。这一仗对我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后2天，我们又控制了南薰礁、主碧礁、赤瓜礁等等，以及偶然间发现还没人占领的梅济礁，一共7个礁石的驻守据点正式形成。但这还远远不够，要知道中国在南海一共有172个岛礁单体，我们所控制的只是7个小礁石，连一个能正常活动的岛都没占到。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也就是只有岛才拥有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我们用7个礁石就想伸索整个南海的主权，在国际上无论怎么看就是个笑话。不过国际上关于什么是岛什么是礁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有共识的是有人居住叫岛，无人居住是礁，所以我们就在礁石上搭建一个茅草屋，再驻守1个班的士兵，勉强达到了人类居住的标准。但这样的条件对于驻岛官兵来说，说艰苦都是奢侈的形容。海洋上高温高盐的环境，茅草屋坚持不了3个月就全部烂掉。后来我们换成了铁房子，但这更加煎熬。高温之下，这个铁壳子直接变成了桑拿房，遇到海啸或者生病或者敌人偷袭，只能听天由命。令人心痛的南薰礁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可以说，中国海军靠着这股舍命三郎的劲儿，才保住了我国在外交名义上的依据。虽然岛礁上具备着微弱的武装力量，但是辐射海战能力基本趋于零。在90年代初，中科院的试验号勘探船到南海万安滩附近进行勘探作业，刚到附近，越南的5艘小舰将孤零零的实验号层层包围了起来。他们声称实验号进入了越南领海，时不时的还拿着机枪瞄准我们的船员，强迫我们撤离。万安滩距离我们实控的七礁很远，压根无法呼叫支援。可就算是在附近，我们也无军舰驻守。但实验号一众船员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硬是与越军荷枪实弹的士兵对峙，宁死不撤。在对峙了3天之后，等来的却是撤退的命令，在自己的地盘上却被外人强行撵走。这种屈辱感只有那时船员才能切身体会吧。没有办法，那时中国海军实在太弱了。用中国海军之父刘华清将军的话来说，那是舰艇吗？破山板还差不多。此事之后，中国的石油勘测船整整20年都没踏入南海，而在空军上也是鞭长莫及。那时我国空军最先进的战机是苏27，但苏27优先保障的是台海方向。海南的主力歼8战斗机作战半径只有800公里，七礁距离海南直线距离超过了1500公里，完全不在作战范围之内。而菲律宾、越南等国的空军完全可以覆盖。可以说，当年的中国在南海基本没有制空和制海权，这也是美国侦察机敢在不配护航的情况下在海南附近侦察的原因。而中国的飞行员也只能用命拼死守护祖国最后的一点尊严。回想中国在南海经历的种种，满眼都是屈辱史。南海的开局用天崩形容一点都不夸张。那么我们是如何逆袭到今天实控南海的呢？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意识到他们忽视中国太久了。阿富汗战争让中国猥琐发育了10几年，等到美国意识到再不遏制中国恐成大患，奥巴马上台之后，针对中国量身打造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要将中国牢牢锁在第一岛链之内，于是开始扶持南海周边的小国与中国打擂台。2012年黄岩岛事件给美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此事件直接造成中美2个拥核大国在2战之后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事对峙。美国动用了2个航母战斗群，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中国南海的家门口。
这场极限军事博弈，中国几乎亮出海军全部的家底，4名海军上将亲临一线坐镇指挥，东北南3大海军舰队精锐进出，10几枚航母杀手东风 21D 也进入待发射的状态，094A 级战略核潜艇将作为最后一道屏障。这场极限对峙稍有不慎，即可酿成中美两国的滔天大战。有印象的网友应该记得2016年朋友圈疯传各种战备的视频，这一切都源自美国为菲律宾撑腰挑起的那场南海仲裁。这场仲裁在武力方面可为美军提供南海航行自由的依据，战略上亦可将中国南海全部瓜分，是个十分毒辣的阴谋。按照常规的做法，有人状告我们，常规操作下我们应进行应诉辩护，可我们真要这么做，那就彻底上当了，因为这相当于你承认了国际法庭有权判定你的主权。黄岩岛你应诉仲裁了，那么南海其他的岛礁美国随便搞一个乌糟猫的法庭都可以进行裁定，所以我们强硬的表态南海仲裁只是一张废纸。在正式仲裁那天，中国代表压根没出席，让这场国际仲裁成为了一个国际笑话。而美军2个航母战斗群在仲裁结果出炉后，一声不响地撤退到了菲律宾以东的海面。当时我们的辽宁号并未下海，完全是靠着拼命的架势逼得美军不敢强闯南海，唯独留下了菲律宾在风中凌乱。黄岩岛事件后，南海力量的不足以及空军的鞭长莫及，让中国海军痛定思痛，改变现状。中国只用了3招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第一招自然是需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国在2013年到2016年凭借着基建狂魔的实力，硬生生将小小的礁石用吹沙填海的能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适宜人生存的小岛。那么问题来了，美国怎么眼睁睁看着你造岛？这就应了那句江湖从来不是打打杀杀，那是人情世故的名言。我们造岛只是在我们实控的礁石上造，这样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而造岛也并不会强化中国在南海的权力声索。正如王毅所言，我们在南海的权力早就存在，根本就没必要通过造岛填地进行强化。中国造岛只是为了自己使用，另外当时岛上的各种设施还不齐备，不具备一点防御能力，加上中国2016年那场不要命的架势吓住了美国，这才得以保住了处在襁褓之中的造岛工程。2016年后，中国开始疯狂在岛上堆砌跑道、码头、机场、雷达站等，重点建设的永暑岛、美济礁和主碧礁这3座岛的飞机跑道就有2500米，可以起落各种重型轰炸机，还在中间用挖泥船挖出一个吞吐的港口，可以轻松停泊中国新一代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军事基地，完美解决了空军够不着的窘境，还可为各种舰艇提供后勤、油料补给等。这一座座人工岛不仅能有效监控周边别有用心之国，还连成了一片军事基点，可谓攻守兼备。看这里，你或许想到了，这些据点搭配轰 6K 挂载的巡航导弹，可以打进南海周边所有国家的境内。这些国家没有一寸土地是安全的。不过，这对于美国而言，人工岛的建成意味着南海军力失衡，尤其是2011年到2022年间，中国海军的总吨位增长了4倍，加上7个鬼斧神工的岛礁外挂，仅仅南海一个舰队就比东南亚10国的综合海军实力还强大。美国又不可能将10个航母战斗群全部开过来，除非中美爆发全面战争，面对中国在南海的控制，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在2016年之后，再也不见美军航母大摇大摆地进南海了。第2招是出动海上城管，面对南海的博弈，美国自知军事对抗已无胜算，就使出了第2招，鼓动越南和菲律宾渔船大肆进入中国的经济专属区捕鱼。这种让平民老百姓冲在一线的行为处理起来非常的麻烦，面对手无寸铁的渔民，你不能动用军舰，真是癞蛤蟆趴脚面，虽不咬人可膈应人啊。不抓吧意味着故意侵犯你的渔权，而你不做反应，相当于你放弃了行政管理权。你抓吧那边摄像机在拍着，放到国际上加个膈应人的标题，就变成了中国军舰无端对民用船只动用武力。美国又可以以维护世界和平的理由再次介入南海。对于几千年前就写出《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的国家，玩心眼子你们还差800年呢。既然你玩民间对抗，那我把军舰换个皮不就行了？于是那年不仅中国军舰下了饺子，海警船也下了。2012年黄岩岛事件之前，中国海警船还只是1000吨级，现在3、4千吨级都已普及，万吨级的海警船都不罕见。这里就不得不提下818型海警船，稍微懂点军事知识的都懂，那就是一艘拆掉了反舰和防空导弹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只保留了舰炮和近防炮，射速每分钟达3000发，我都觉得过分了。这火力可是拦截导弹的，用在抓捕非法捕鱼的海警船上实属夸张了些。在2020年4月的时候，一艘越南渔船遭到了中国海警船4302号的驱逐，要不说头铁还得是越南呢。越南渔民展示了非凡的勇气，不仅不驶离，还炫了一把船技，一头撞上了中国海警船，然后就把自己给撞沉没了。2023年2月，菲律宾海警船又过来了，结果遭到中国海警船的激光照射，导致菲律宾船员短暂失明。更牛的是，中国直接搞了一个市属城管的舰队，
三沙市综合执法队直接将整个南海的行政管理划拨到了这个城管舰队身上。这不得不说，美国真是急中国之所急，总能为我们制造各种契机。这下南海无论是军事还是行政管理都失控了。比如佩洛西没窜台之前，从没有过对台湾的围岛演习，他一来围岛军事演习倒成常态了。这一刻，我算是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上兵伐谋。紧接着第三招，群聊排美。南海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牵扯的国家太多了，周边小国好收拾，实力强劲的美国才是棘手的问题。无论是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还是拜登的亚太战略，核心就是利用南海周边的小国制衡中国，想尽办法拖中国下水。怎样才能将美国排除在外呢？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建一个没有美国的群聊不就行了？有什么事群里大家一同商量，南海行为准则就应运而生。这个准则也约定，南海周边国家不得邀请域外的国家到南海军演，也不能为域外的国家提供军事基地。目前南海争端的当事国当中就包括了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越南等。马来西亚和文莱在南海问题上比较低调，菲律宾和越南是叫嚷的最厉害的。不过越南高层自从2022年组团访华之后，已经表态了要支持南海行为准则。现在就只剩下菲律宾了。菲律宾虽然一直在搞小动作，但是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我想东盟各国应该都逐渐能够看明白一个道理，拉美国进入南海局势就如同引狼入室，他们就是美国与中国博弈的筹码而已。因为没有谁想要成为第二个乌克兰，成为美国对抗中国的炮灰，还不如早点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起码能够把中国给约束一下。一旦中国与这些国家达成共识，那南海争端解决机制就彻底把美国排除在了外面。南海问题，中国以4两拨千斤的力量获得了实质上的掌控。在南海的这盘大棋上，我们已经扭转了局面，取得了主动。既然取得了实质性的掌控，自然不会再大力宣传了。不过南海的波涛也不会从此风平浪静，我们无法排除某些国家仍会暗中落子，挑起事端，但是我们相信中国会有足够的胆略和智慧，与周边国家妥善地处理分歧。排除干扰国际政治风雨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棋局，角力远未结束，博弈仍在继续。但对我们来说，还是那句话，无论如何，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西方人突然发现，似乎中国人对世界大战的理解与他们不一样。每一次的战争都曾改变局势的发展，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承担着决定重新分配利益主导权的作用。战争的双方往往是代表了两个利益团体的剧烈碰撞。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战争的背后都是国家力量的不断转变。在人类的历史上，迄今为止已经发生了2场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将2次世界大战视为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2次世界大战之中，多国剧烈冲突，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损伤，人类文明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但是随着近年来西方人的研究不断深入，他们发现中西方对于曾经深刻改变世界的世界大战的认识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于西方而言，世界大战的爆发无非就是世界主导权的重新洗牌。在西方世界中，有着一个共同的精神主体——基督教，在所谓上帝的光环下，都可以算上帝的子民。在有着共同精神文明内核的前提下，不同国家之间都将彼此视为自己人。无论战争发生到何种境地，总是有重归于好的那一天。特别是在新教的影响下产生的对资本的无限追求，成为了世界利益不断划分的精神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某种侧面可以看作是亲戚间的战斗。当时欧洲的主体国家元首中，英国、德国、俄国等国家元首之间存在着血缘的纽带，几方的领袖都有着共同的先祖。从这种关系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家庭纠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对于一战后强制剥削的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导致了英法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发展困境。兼之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法恨不得榨干德国人的骨髓，以满足自身的国家秩序。所以德国再次发动战争，很大的程度是源于对英法的仇恨。但是追究其本质，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因为国家间利益分配的不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德国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在之前丧失了对于全球殖民地的划分，而德国工业的发展使得德国觊觎英国庞大殖民地带来的低价原料和庞大市场，所以欧洲新旧势力的王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针对重新瓜分世界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集团就是试图在欧洲和亚洲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经济联合体。德国在战胜法国之后，在实现国家复仇后，并没有吞并法国，反而试图拉拢维希法国加入轴心国集体。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在建立以日本为绝对领导的亚洲统一体，而建立联合体的核心目的就是实现内部的经济发展。
所以，本质上西方人眼中的世界大战就是权益的重新分配，而在共同的基督教文化下，各国之间对于战争造成的对立并不敏感，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深刻反思战争之后，依然能够被西方接纳，同时成为欧盟建立的主导国家。中国眼中的战争，民族救亡图存。对于中国而言，世界大战就是列强试图重新分配在华利益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核心主题就是救亡与图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清代的闭关锁国造成了中国的长期落后，这也给列强侵略中国带来了便利。在列强的轮番侵略下，中国成为了他们的商品倾销地。事实上，中国也曾试图利用世界大战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政府就曾争论是否要派遣军队参与欧洲战场，最终的决定是派遣劳工。但是在中国劳工付出了巨大的汗水和牺牲后，在巴黎和会上，列强撕毁了战时的协议，将中国的利益重新瓜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中规定了中美双方开放市场和港口。当时的中国是完全没有能力进入美国市场，这个所谓的双方开放，实质上就是中国对美国完全敞开大门，这就是实质上的帝国主义。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没有强烈参与到世界大战中，自然也就没有权利参与利益分配。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劳工冒着炮火，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保证了英法两国的物资供应和工事修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牵制了日本大量兵力，使得日本不得不延长战线。中国对世界大战的胜利付出不可忽视，而西方的认知更多是源于精神和文化的偏见。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在信仰上始终是外人，西方信仰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并不被接纳。对于那时的中国人而言，基督教中宣传的原罪教义，对于信奉清白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说，西方人眼中世界大战只是基督教国家内部的纷争，而对于中国来说，世界大战就是灭族亡种的斗争。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世界大战的差异所在，帝国与国家治理观念的不同定义。中西方对于世界大战的不同认知，原因是多样的，而在其中，中西方对于帝国不同的认知与国家治理的不同理念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西方的语境下，帝国是一种核心模式，比如罗马帝国，核心地区就是生活在罗马的人民。对于帝国而言，维护的只有核心群体的利益，而帝国的边缘地区和外部都是可以用来剥削和牺牲的。在这种观念下，再去看世界大战，西方人眼中除了本土外，殖民地的一切都是消耗品，为了维护帝国核心利益存在，就应该做出牺牲。这种意识形态也延续到了现在。美国不断的提高日韩缴纳的驻军费用，就是牺牲边缘地区的一种行为。中国则是全然不同。中国的观点下，帝国一旦形成，就需要平等地对待所有的成员，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处于统治核心区的中原会源源不断地向边缘地区输血，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生产工具，这也促进了中国边缘地区的开发。这种态度也延续至今，主导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程。所以，中西方的文化中存在着合作共赢与赢家通吃的本质差异，这也是中西方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所折射出的不同举措。世界变局已经开始，中国在未来需要利用好这种差异，我们不能再低头做事，更要做好宣传，将这种中西差异更多地展示在世界舞台，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